作为一个军事爱好者，火力军可是一直都对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有一个很高的评价，甚至觉得这是近几十年以来最成功的驱逐舰项目，称得上二战以后最经典的驱逐舰，在军事装备领域完全比得上 F-16的地位。也正是伯克级与提康德罗加级支起的宙斯盾大网，让苏俄的饱和攻击论化为泡影。风风雨雨数十年，建造超70艘的伯克级驱逐舰，已经从当初凑数的水面舰艇成长为美军实打实的战力骨干。就连那些被仿制出来的儿孙们，也在不少国家的海军承担重任。像日韩这样的国家的海军，神盾舰这类的舰艇绝对是舰队防空主力。不过在美国这边却有点不一样。服役数量庞大的伯克级在美国军事行动中扮演更多的则是任重道远的军马角色。这几十艘伯克级不是去亚太地区就是去地中海那边，几乎算是美国海军最忙碌的军舰了。也正因为这样的运用差异，所以伯克级与其他神盾舰有着截然不同的设计理念与配置差异。今天火力军就来聊聊美军现役最先进的驱逐舰伯克级以及最新改进型有着怎样的不同。上世纪80年代，美国海军任劳任怨几十年的查尔斯·亚当斯级与昆兹级驱逐舰，面对当时的世界已经逐渐力不从心了。为了取代这一批老旧战舰，美国一口气设立了7项造舰计划。在这个项目中，伯克级被设计成具有战斗群攻击作战能力的通用驱逐舰。伯克级堪称美军自冷战以后第一型认真考虑舰体被动防护措施的水面舰艇。在核武竞争与导弹普及的时代，其他海军早就觉得笨重的舰体被动防护措施已经没啥用了，还不如利用防空系统与电子战装备来干扰拦截来袭武器。然而美国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的考虑，并且将舰体被动防护措施再度纳入设计考虑。这还是因为1982年爆发的马岛战争。这场战争吸引了各国海军的高度重视。在这场堪称二战后第一次的正面高强度海空作战中，英国海军4艘水面舰艇被阿根廷击沉，多艘舰艇受创严重。在这场战争中也暴露了许多舰艇防护设计方面的问题，引起各国海军高度重视。例如雪菲尔号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被一枚飞鱼反舰导弹击中，虽说这枚导弹并没有引爆战斗部，但助推器残存燃料却引发大火。而且雪菲尔号因为被击中关键位置，再加上舰内设计并没有考虑防火这方面，所以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英国海军不得已只能弃舰，而英国21型巡防舰中弹后，火势迅速蔓延到铝合金制造的上层建筑，进而完全失控，一直烧到军舰完全融化坍塌，舰体折断沉没为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战争结果，所以当时许多还在设计的舰艇纷纷重新检讨防护设计，在这里面伯克最为积极。为此，美军还专门成立了特别小组，专门研究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所有教训。在这场战争的影响下，美军修改了伯克级驱逐舰的首要需求框架，尤其重视舰艇被动防护措施。所谓被动防护措施，就是要求舰艇要么被避免击中，要么是在击中之后尽量避免丧失战斗力。前者的要求就是让敌人打不中，内容包括降低舰艇本身特征，例如雷达反射截面积、红外信号以及噪声这类的，还需要强化电子反制措施。而后者则是为舰艇穿上厚厚的防护，例如在舰体重要舱室铺设防护装甲，改良舰体的耐火性与抗击能力，重要战斗系统需要采用分散与冗余措施等等。经过研究以后，美军觉得以轻质铝合金作为上层建筑主要建材的做法已经不行了。虽说可以降低舰体重心，但铝合金燃点低，熔点也低。英国21型巡防舰就是吃了这个大亏，所以伯克级在设计材料的选择上可是下了大功夫。例如禁止使用木材、易燃材料以及橡皮地毯等，其他建材也广泛采用防燃剂进行处理。美军尤其主力舰艇中枢的生存能力，也是伯克级的战情中心。美军将战情中心的战斗系统元件分散到3个不同区域的战斗系统设备室，并且还将战斧导弹控制要与声纳显控台从战情中心移到其他地方。
除了这些舰内防护措施以外，伯克级在设计阶段也把降低雷达信号纳入考虑，上层建筑完全采用平面，并呈现倾斜角度，舍弃容易造成广泛反射的弧状边缘或全反射的垂直胶角。而甲板上的各种装备也尽量集中与封闭。早在伯克级驱逐舰执行造舰计划之后，美军便决定采用批次方式的建造策略，这样有助于以批次为单位逐步加入改进措施。不只是水面舰艇，美军战斗机、轰炸机、主战坦克等都是采用这类的建造方式，并且不同批次之间还能继续保有许多方面的共同性，而不是直接转向建造一种大幅更改设计的方案。采用批次生产的伯克级可以保证每批次均有数艘或10数艘同时接受升级，这样既能保证较佳的经济性，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削减设计成本与学习成本。经过多年研究规划，海军期待已久的新一代导弹驱逐舰伯克级首舰伯克号终于排进1985年的造舰计划，只是1985年没有排定后续舰的建造计划。不过这样也使得伯克级拥有了进一步修改与发展基本设计的时间，所以从第2艘开始，美军就已经开始对伯克级进行一系列改进。2号舰巴里号是 Flight IA 的首舰，主要修改了直升机甲板布置，是为了改善为直升机挂载鱼雷与声纳浮标的作业效率，航空后勤能力也获得提高。后来美军又提出 Flight 2型改进提案，例如引进联合战术资料分配系统信息链，加装 SLQ-32A3 电站系统，用于接受战斧导弹所需地平线外目标标定资料的 TADIXB 资料链，用于协助战斧导弹标定目标的 SRS-1 Combat DF 无线电测向系统。更新这些系统后， Flight 2的宙斯盾系统版本也改称为基线5。设计之初，其实伯克级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作为航母编队的护卫，防御苏联来袭的导弹。只是在苏联解体后的30年，国际环境大变化，美军在21世纪初制定的舰艇发展计划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局势变化，再加上朱姆沃尔特与滨海战斗舰这样的新锐舰艇，项目成本失控，数量远远达不到海军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伯克级挑大梁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刚开始只是作为补充编队舰艇数量的低配件，如今在各位前辈相继离开的情况下，伯克级逐渐成为队伍骨干。这不单单是运气好，还要得益于宙斯盾系统的先进设计与不断更新。在伯克级舰体的设计余度比斯普鲁恩斯低很多的情况下，这些升级在不断的增强其作战能力。伯克级已经是防空、反导、反潜、对陆全能型驱逐舰了。在完成 Flight 2的规划后，美军也继续提出了伯克级后续升级研究，分别研究了不同舰体结构与战斗系统的结合。设计的升级方面，也从刚开始的小幅修改到必须明显增加舰体长度与排水量的大幅设计。Flight 3方案也在1989年提出。在以前，搭载直升机一向不是美军水面防空舰艇的主要任务，所以海军多数巡洋舰与驱逐舰都只为友军直升机提供后勤支援的起降甲板，并不会设置机库。起降甲板也没有辅助降落设计，一般情况下并不会配置舰载直升机，只是佩里级与斯普鲁恩斯级都将在90年代陆续高老换型。这些具备搭载轻型直升机能力的舰艇一旦退役，海军水面舰艇的直升机运用能力将会遭到严重削弱，所以提升直升机搭载能力便成为海军规划 Flight 3的重点。针对这方面的需求，海上系统司令部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插入与滑动。Flight 3的大多数设计均与 Flight 2相同，但壳体延长了13.3米，并扩大了船尾甲板容积，这样就可以拥有容纳2架舰载直升机的空间，同时也增加垂直发射系统与反潜鱼雷弹仓的携弹量。为了减少修改设计对建造工程造成的冲击， Flight 3尽可能维持伯克级既有的舰体区块布置，只在后半部舰体区块插入延长的壳体，而前后滑动而已。种种改动让 Flight 3的船体由伯克级原来的长手楼船型转变为平甲板船型，而机库则置于上层结构的末端。在一开始的 Flight 3设计中，直升机甲板仍像早期伯克级的布置，但这会导致垂发系统被夹在飞行甲板与机库之间，妨碍舰载直升机操作。所以在设计最后阶段，又把垂发系统重新布置到船尾最末端。
因为舰体增加，所以 Flight 3的轻载与满载排水量都比前型大了不少，吹发系统也从原来的29管与61管各一组改为64管2组，携弹量增加38枚。Flight 3被设想成一种能够充分对付苏联的高性能军舰，然后又是苏联解体的影响，所以 Flight 3便显得过于昂贵。于是 Flight 3计划便出现在了1991年的国防计划大屠杀中，与 A-12 攻击机、F-14D 后续量产以及 P-7A 反潜巡逻机在内的许多海军计划一同遭到取消的命运。只是 Flight 3虽然被取消，但海军还需要一个替代品，于是便展开了驱逐舰衍生研究，而伯克级的基本设计也被选择 DDV 研究中各衍生型的起点。与追求扩展性能的 Flight 3相比， DDV 研究同时考虑了降低成本、选择减少部分功能以及增加更多功能等不同结构。为了抑制成本的增长，当某种结构增加某种新功能的同时，会删除原在 Flight 2中增设的功能作为补偿。所以 DDV 研究并非只是确认成本与性能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同时也在寻找最具作战效益的功能组合。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的经验显示，每艘水面舰艇都必须要拥有自己的舰载直升机。虽说当时冷战刚结束，大洋反潜的重要性也降低了，所以当时各国海军对舰载反潜直升机的需求也随之降低。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随着爆发大规模战争几率的降低，驱逐舰在冷战后期的国际环境中单独执行任务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而在这种作战环境中，驱逐舰并不能得到编队中其他舰艇提供的直升机支援。在海湾战争初期的伊拉克海上封锁行动中，尽管反潜需求降低了，但舰载直升机在海域监视以及拦截可疑船只等方面具有无法估算的价值。相较于使用其他方式进行监视与拦截，舰载直升机的成功率明显更高，并且海湾战争也证明了武装直升机在对付快艇这方面的价值。就像英国海军的山猫直升机就曾摧毁不少伊拉克快艇，这方面的经验也促使了美军发展 SH-60 海鹰直升机的水面攻击衍生型。美国海军预期海上封锁拦截这类性质的任务将是后冷战时代经常需要面对的，而舰载直升机将成为单独执行这类任务的驱逐舰极重要的助力，所以固定搭载直升机被列为 DDV 的基本需求之一。事实上，火力军觉得阿利伯克 Flag 3称得上美国海军水面舰艇旧时代的收官之作，而所谓科技树点错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更像是新时代的开篇之作。伯克级最初就是充当补充舰艇数量的低配舰，多次升级再加上老军舰纷纷退役，所以伯克级地位才会直线上升。而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更像是美军一次大胆的技术验证，这艘驱逐舰可以追溯到 DD-21 计划，当时美军指导战略转变为由海到陆， DD-21 就是美军专门研发的对地攻击驱逐舰，核心装备就是先进舰炮系统，是一种以对地攻击为主要任务的多用途驱逐舰。结果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否决了多种冷战思维装备，这里面就包括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战士支援火炮系统以及 DD-21 对地攻击驱逐舰。不过美军并没有放弃 DD-21 计划，反而将 DD-21 包装成 DDX 计划，继续推进这种对地攻击驱逐舰。首舰舰名依旧是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DD-21 项目在2003年被拉姆斯菲尔德否决，32艘的造舰计划成为历史。重新立项的 DDX 最早也只希望建造12艘，后来进一步减少到5到8艘，而最终朱姆沃尔特级只建造3艘，当特种舰都嫌少。朱姆沃尔特级数量一砍，单价不可避免地蹭蹭上涨，而且朱姆沃尔特级还与美国下一代巡洋舰技术高度通用，甚至是瞄准一舰两型去设计的，所以朱姆沃尔特级这边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CG 那边也不会好过。后来奥巴马上台后控制军费，昂贵的 CG 自然成为最好的开刀对象，于是2010年大手一挥，直接被砍了。CG 一下马，提康德罗加级那边就后继无人了。
美军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口，只能在朱姆沃尔特级与伯克级中挑选后者，并发展出阿利伯克 Flight 3。原因无他，这样做最省钱。为了节省成本， Flight 3还大幅度削弱了性能。好处是现在一艘伯克3单价才大概18亿，也就比 Flight 2A 贵3亿。相比于战力的提升，这笔钱花的还算比较值得。而且 Flight 3除了雷达是全新的以外，其他设备不是原本伯特 Flight 2A 上有的，就是其他军舰上用的东西，这样也大大保证了技术成熟时间。不过这2年朱姆沃尔特级貌似又有机会得到重视了。从上个世纪50年代，美军水面舰艇就从火炮化转向导弹化，二战的军舰基本是一夜间落伍。几艘二战轻重巡作为急先锋，被首先改装成导弹巡洋舰，不仅是要实验新研发的防空导弹，同时也是为了尽早满足当时美国海军迫切的舰队防空需求。而现在美军水面舰艇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无人化与导弹远程化，具体到驱逐舰和巡洋舰上面，还要加上高度隐身与综合全电，一夜间落伍的处境又重新上演了。目前来说，美军朱姆沃尔特级是现阶段唯一一种基本符合这些要求的军舰，这也是这2年重新获得重视的直接原因，所以才说朱姆沃尔特才是新时代的开篇之作。朱姆沃尔特的作用就类似当年那几艘被改装的二战轻重巡，在作为续作的 DDG 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就更需要朱姆沃尔特级尽早打开美国海军构想的新时代。其实朱姆沃尔特级作战能力相当全面，防空、反舰、对陆、反潜，该有的都有，水平至少也达到了伯克级 Flight 2A 的级别。阿利伯克有的，朱姆沃尔特级什么都不缺，只是大家都只关注到那2门主炮而已，反正未来也用不上，所以朱姆沃尔特级准备把主炮给拆了，换上高超音速武器，直接鸟枪换大炮，改造成武库舰岂不是更好？朱姆沃尔特能这么干的底气就是主炮所在的位置有5层甲板高，弹径近880毫米的高超音速武器可以说塞就塞。其实2场反恐战争才是打碎美国海军采购红警的最大因素。美国海军甚至提出过260件海军计划，不过这些年国际形势变化不小，反倒让朱姆沃尔特级变成了香饽饽。SM-6 反舰战斧、高超音速武器等通通招呼上，要不是朱姆沃尔特太贵，差点就能重启，并且直接作为 DDG 的舰体。不过高度隐身这一条也注定 DDG 外形设计肯定免不了看到朱姆沃尔特的影子就是了。我们继续回到阿利伯克 Flight 3这边，接下来火力军就来分析一下 Flight 3究竟升级了什么。Flight 3的 MK41 型垂直发射系统在配备的弹种上绝对是目前海军伯克级里面最全的。反导拦截可以用最新型的标准3 Block 2A 这种反导拦截弹，据说可以拦截中远程导弹，甚至是部分处于上升阶段的高超音速武器。而远程、超远程防空作战则可以选择标准6 Block 1A 型超远程防空导弹，后续将优先配备标准6 Block 1B 型防空反导拦截弹。此外，标准2 MR Block 3等次一级的远程防空导弹也在配备之列。而在拓展点防空性能上， Flight 3可能将成为美国海军首款配备 ESSM Block 2的防空舰。相比早期的 ESSM Block 2据称拦截包线与火力范围有了巨大的提高，根据雷神公司的说法，甚至可以承担起对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末端拦截任务。最后，在近程点防空任务上，虽说 Flight 3现在没装上激光武器或者定向能武器，但不排除后续会不会加装这类新概念武器的可能性。毕竟对于美军来说，激光武器与其他定向能武器大概率会成为下一代大型防空舰艇的近程防御系统标配，在 Flight 3上实验一下也很正常。相较于 Flight 2型， Flight 最大提升就是提高了宙斯盾作战系统的指挥能力，换装了 SPY-6S 波段 AMDR 相空阵雷达。这套雷达的开放式软硬架构与早期采用的 SPY-1 完全不同，并且模块化的设计也有利于部署在不同舰艇平台，可以在雷达系统全寿命周期内实施技术与性能升级。SPY-6 的出现让美国海军舰载雷达的发展直接跨过了模拟 AESA 雷达和 DBF， 发展到了 DREX 加 DBF， 这一进步就是3台。
能让美国海军作战能力上升好几个台阶。雷达模块组件是 SPY-6 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些模块的不同组合可以满足任何舰船的不同任务需求。这一功能也使得 SPY-6 系列成为美军首批真正意义上的可扩展雷达。目前共有 SPY-6 1、2、3、4等4种型号，这里面个头最大的1会用在 Flight 3驱逐舰上，2会用在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运输船坞以及尼米兹级航母，3则会用在福特级航母与星座级护卫舰上，4被改装到 Flight 2A 驱逐舰上。雷神公司这次开发的 SPY-6 不仅要取代一开始计划的 SPY-1，同时还要取代 SPS-48、SPS-49 和 SPY-4，基本一统美国海军水面舰艇未来的远程多功能雷达。和 SPY-6 同时配套开发的还有 RSC。RSC 可以让 SPY-6 和其余雷达共用后台组成双波段雷达，例如在 Flight 3上就是 SPY-61 加 SPQ-9B 共同组成的双波段雷达。SPY-6 确实很强悍，射击灵敏度是 SPY-1 的32倍，探测距离也提升了2倍，达到500公里以上，可以同时处理1000个空中目标。随着雷达进入实地测试，灵敏度的提升水平不断刷新，先是进一步提升至50倍，然后是70倍，最后进步到100倍。另外 SPY-6 还在研发 ADR 模式，使其可以和其余 SPY-6 组成多基地雷达使用。预计这一功能在2024年左右开始应用。由于有实力强劲的舰载机群，美国海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首要的任务是防空和反导，次要任务是对地打击，其次才是反舰作战。Flight 3继续沿用了这一任务模式 ，AN/SPY-6 有源相控阵雷达加基线10宙斯盾作战系统，再加上射程2500公里的标准3 Block 2A 反导导弹，以及射程400公里的标准6防空导弹，将会使 Flight 3防空和反导能力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如果仅从防空和反导方面来看， Flight 3的性能属于拔尖的存在，可以对战斗反舰导弹以及中远程弹道导弹进行有效拦截。Flight 3驱逐舰的海基防空反导性能、协同交战性能远超美国海军提康级宙斯盾巡洋舰。总而言之， Flight 3作为美军 DDG 出现之前的过渡舰艇，既可以充当 DDG 的技术验证舰，还可以有效补充美军当前驱逐舰、巡洋舰数量的不足，哪怕是用来替代提康德罗加级也够资格了。DDG 在地位上就是为了取代已经问世30余年并且升级空间基本被压榨殆尽的伯克级。在开发过程中，美军并没有像此前的朱姆沃尔特那样大量采用新技术，反而要求尽可能少地运用新技术，以求加快研制和建造速度。美军之所以如此着急，主要是因为现有的伯克级已经无法再进行大改，并且海军驱逐舰和巡洋舰部队无论是在寿命上还是改进潜力上都不足以适应未来的战场环境所导致的。但即便如此，美军依然对新的 DDG 驱逐舰提出了不少改进需求，强化导弹能力，强化舰载传感器，拥有远程攻击性反潜和打击能力，配备高功率定向能武器，提高生存能力，提高军舰效率以降低运营成本，减少对指挥后勤舰队的影响，改善分布式海上作业。尽管美军对 DDG 的需求较多地集中于军舰的武器系统上，但是从 DDG 初期模型的武器配备和军舰 PPT 的其他文字描述中可以看出，美军并没有苛求 DDG 拥有多么强的战斗性能。在新的舰体拥有较大改进潜力的同时，重点提高军舰的经济性和自持力，以保证在自身水面舰队规模不变甚至略有缩小的情况下，基层舰队仍然能够很好地执行战斗或日常勤务任务。这也是 DDG 与伯克级在设计思路上的较大不同。从目前公布的照片来看， DDG 驱逐舰设计采用了常规的单排水型舰体，并未使用朱姆沃尔特级的内倾穿浪型舰体。上层建筑内倾分为前后2部分，并未采用朱姆沃尔特级的整体连续上层建筑。
主要的雷达等电子设备全部集成到了前部类似阿利伯克 Flight 3型驱逐舰的集成桅杆。虽说排水量的和主体尺寸未公开，但毫无疑问 DDG 驱逐舰的尺寸将大于阿利伯克级，不然不会具备其所设定的作战性能。同时 DDG 新设计将强调提高生存能力， DDG 的声学、红外和水下电磁特征也需要至少提高 50%。 总体来看，此次 DDG 驱逐舰公开的设计方案偏向于保守和传统，与朱姆沃尔特级激进的设计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与外在相比，此次 DDG 驱逐舰的内部设计也比较偏向于保守。DDG 驱逐舰将具备远程反舰能力和打击能力，这是美国海军驱逐舰在二战之后所不具备的。二战后，美国海军的对海打击能力主要由舰载机编队负责，驱逐舰主要负责防空、反潜以及对地远程攻击。长期以来，反舰和对海打击能力羸弱，所以 DDG 驱逐舰将会装备较为先进的远程反舰导弹，极有可能是类似俄罗斯锆石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具备强大制海能力的驱逐舰将会在海军协同作战系统的支持下，为水面舰艇编队提供更加持续的打击和高强度的打击能力。DDG 驱逐舰还将保持强大的防空反导作战能力。美国海军坚持地认为，驱逐舰必须拥有强大的防空反导能力，作为海军编队的空中保护伞的支架。所以 DDG 驱逐舰将继续保持强大的防空反导作战能力。DDG 将延续阿利伯克级引以为豪的防空作战系统，继续维持美军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综合防空导弹防御作战系统，包括宙斯盾基线时战斗指挥系统、更大尺寸的 SPY-6 空中监视雷达。虽说防空导弹还是未知数， DDG 驱逐舰的防空反导能力将继续保持很高的水平。为提高防空能力，定向能武器有可能也会上舰。此次确定 DDG 驱逐舰将会使用大功率的定向能武器。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尝试将包括激光、微波武器在内的定向能武器装备驱逐舰，但受限于舰艇电力系统以及功率有限。DDG 驱逐舰最初将在机库两侧配备一对21单元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发射器，但计划将其换成2个600千瓦级的激光武器。同时，在舰桥前部还将装备一个150千瓦的激光武器。之前有海军专家指出，600千瓦激光武器最适合摧毁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如果包括激光在内的定向能武器列装，将大幅度提高近距离的防空能力，尤其是无人机、巡航导弹等低空小型飞行器拦截能力。DDG 驱逐舰将会采用模块化设计，也会列装无人操作设备。该设计的其他特点包括与伯克级相比更大的机库，以支持载人直升机或无人机，以及可选的有效载荷模块。这些军舰将具有不同的任务模块，包括反潜战和水雷战，可以在港口快速切换。另一方面，这可能表明新模块化武器的有效载荷模块更加灵活，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换。在适用的情况下使用现有系统，然后在以后将它们换成更强大的替代品。这被视为使 DDG 更便宜、更快速地投入使用的一种手段。该计划还旨在尽可能利用陆上系统测试来进一步降低风险。作为美国海军未来水面舰艇的中坚力量，对于 DDG 驱逐舰的重视不得不说非常重要。但是否能按期完工，并且达到美国海军所要求的技术和战术指标，是对美国军事工业的考验和挑战。此次公开的 DDG 驱逐舰方案来看，相当的保守，但是其依旧具备了未来驱逐舰的一系列必须元素，也是匹配美海军当前所面临的战略。其完成设计可能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你们觉得美军舰艇未来发展方向正确吗？朱姆沃尔特真的是科技树点歪了吗？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